日将是女生原作是咋完结的啊？对，没错，这个作品原作已经完结了，而且早就完结了。该作其实是由柳田史太老师一开始在 PCV 上随笔画的插画小故事，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，柳田老师的这部作品被新海社相中，新海社一边在自己的推特上运营的漫画平台上推广这个漫画，一边还让这个漫画在自家的新海社 Comic 上同步连载。只是2019年的时候，该作才正式完结，而这部作品全篇正剧共出了51话，发行了8卷单行本。我们2023年看到的动画作品实际翻拍了漫画的全部51话内容啊！是的，人家动画就已经做到了漫画正剧的最后，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。但是单行本里面的番外篇并没有做到动画里，比如紧接在动画版的最后故事的番外篇里面，男女主已经成为了男女朋友，但此时女主小智正在为情人节烦恼，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面，小智都是收巧克力的那一方，不知道怎么跟男朋友过情人节。这时候黄毛闺蜜卡罗尔劝小智啊，那你可以为你的男朋友亲自下厨做巧克力呀。小智感动的当场就邀约2个闺蜜一起来陪她做巧克力。这话说的当场吓得闺蜜1号美玲 PTSD 发作，不停的打颤，并且美玲提醒卡罗尔，小智做的饭菜是能杀人的啊！卡罗尔心说，就一巧克力至于吗？最终卡罗尔和美玲还是被请到了小智家，忙起了制作巧克力的事情。因为卡罗尔家里面挺有钱的，所以卡罗尔给准备了一大堆做巧克力的材料。美玲心说，都这么多成品巧克力了，还自己做图个啥呀？于是美玲就尝了一口，然后美玲本性大变，又说又笑的那种。原来美玲滴酒不能沾，她尝了一口酒心巧克力以后，就立马醉倒昏迷不醒的那个状态了。最后就只能让卡罗尔单独来教小智做巧克力。然后在融化巧克力这一步骤的时候，小智差点把家里给烧了。卡罗尔吓得给小智弄来了一个锅，重新准备融化巧克力的时候，结果锅差点被小智给烧了。最后气得卡罗尔大吼，求你什么都别做了。最后在卡罗尔的教导下，终于还是把巧克力给做出来了。然后小智拿着巧克力去给男主吃的时候，男主当时就吓得不轻。不过最后发现巧克力还挺正常的，惊讶的男主那是对小智一顿夸赞，而旁边的卡罗尔则是心力交瘁，不敢再爱了。其实除了男女主外，番外篇还讲了很多卡罗尔的故事，比如小时候小智的那个空手道学长其实很弱，总遭人欺负，但卡罗尔从小就属于那种一根筋，谁欺负他打不过也要跟对方对着干。而学长一方面被卡罗尔这种不服输的性格给感染，一方面发现卡罗尔太一根筋了，很容易被车撞，所以学长从跟卡罗尔相识之后就开始变得会照顾人，并总是保护着卡罗尔，使得学长也越变越强，越来越招人喜欢。而卡罗尔后来和学长也成为了情侣，直爽性格的卡罗尔希望学长对自己能做一点像情侣做的事情，所以腼腆的学长当时就回，我想揉一揉。最终卡罗尔好不容易做好了心理建设，哪怕大庭广众之下也做好了被揉的准备啊！结果学长毫不客气的就揉了卡罗尔的脸，是真的没把卡罗尔当外人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部漫画到结尾也没有展开说剧中人物未来结婚了会怎么样。建议关注作者的 PCV 账号，说不定未来他想开就画的呢啊，也说不定吧。综上就是智将是女生的原作到完结的大致故事内容啊，各位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呢？你有啥看法与想法呢？或者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呢？都别忘了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，点赞越多更新越快，点赞超万3天更新，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。